我老公要去人民大学做一个演讲，在家狂背中国古诗词，那古诗词让他背的呀，我求你一定看到最后，俺家阿姨都让他气辞职了。他呢是被邀请去一个关于中西方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，本来呢人家就是邀请他去参加这么个仪式，但是他领导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说很可能啊会问到你，那你就发个言，讲两句，你呢重视一下，准备一下。其实人领导也知道他汉语不好，压根就不需要他说多复杂的话，但是他自己呢想表现，就是要表现他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充满好奇，乐于探索的。我这边工作呢，他来我公司找我，就非得让我帮他准备。我说那中国古典文学你得从四大名著说起吧，那四大名著都有啥呀？他说孩子有的小猴子，什么玩意儿？还有的什么上？我才明白是《西游记》。我说还有啥？他说还有那个甜心找不到我。当然就是教训。到这儿四大名著在我心里我已经彻底放弃了。我说要不然就这样，你整个讲话你用英文说，你话说完了你加两句中文，这样就能表达你的诚意了。他说那你就教我两句在这个场合非常合适的中国古诗词，我背一下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还有一天准备时间就要讲话了，所以他心里非常紧张。他越紧张他越听不清我说的啥，他在不知道啥意思。哎呀妈，给我们气的呀！莫愁前路无知己，莫愁前路无知己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路漫漫其修远兮。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我在上下找厕所。他还在精心准备要去参加活动的衣服，一边裁衣服一边还背词儿呢。我心里想，怎么能让他放弃呢？就别背了，就穿的立立正正去，一句话别说，是他最好的出路。你看，别管什么衣服，俺家新换的石头洗烘一体机 HEL 都不在话下，自研的分子晒烘干，先吸水后低温柔烘，烘完就可以直接穿。还有这台迷你洗衣机 M1 Peer， 内外分开洗更卫生，两台加起来只要4000加。最后我啥也不教他了，我说你就到那就别说话。他还挺难受，我找俺家阿姨去了。俺家阿姨说，你要是学那古诗词，那我也不懂。但如果你就想表现你了解中国文化，那你就跟你同事跟你领导没事唠唠属相啥的，这不是很中国文化吗？一般老外也不懂。大胖媳妇一听，对呀，就非让我家阿姨现场教他怎么开启这个聊属相的话题，他好赶紧学。但是第二天早上他要上台演讲去了，他就剩几个小时学了，越是剩几个小时他越紧张，他越紧张他越学不会。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，教了10分钟，俺家阿姨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说采人我不干了。我让你老婆看看你学的怎么样。OK。你领导属什么Maybe Tiger。你可以跟他说，我属老鼠，你属虎。我是老鼠，他是虎儿。老虎，老虎。你属虎。我是老鼠，你是猴。你是虎，老虎。我是老鼠，你是猴。老虎。老虎啊！你们老板有没有问你属相？你属老鼠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你属虎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你是老虎，谁是狗？我属老鼠，你属虎，谁属狗？我是老鼠，你是猴，谁是狗？这谁教的会呀？我可教不了他，我可教不了他。张大铁现在去不成加拿大，全赖温迪。我老公2个月之前不是找到了他加拿大失散多年的亲生父亲，和他的对话呢牵扯出来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，所以我们最近呢就在办这个去加拿大的手续，准备见一下他的亲生父亲。我和张大铁呢作为中国公民去加拿大需要办签证，我们要办的这个叫探亲签证，需要你去探的这个加拿大亲戚给你签署一个文件做担保。我们当时趁着温迪还在的时候就把这个文件给他打出来了，让他签。温迪不是今天因为这个事儿给忘了，要不然就明天有啥事给耽误了，一直没签。他都回加拿大了，我跟大胖媳妇发现他到走都没签，大胖媳妇就给他妈打电话要现场视频看着他签，逼得温迪终于说实话了。他说我不想签，我害怕。你看我作为探亲签证的担保人，我这个担保书啊，前面倒没啥问题，我温迪啥啥啥，出生哪年哪天，住在哪个街区，工作在哪儿，这重要信息都给他列清楚了。但最后一句话是我邀请谁谁谁和谁谁谁来加拿大，并承诺在此期间，我担保对象在加拿大产生的所有消费都由我来承担，有问题全找担保人。I don't feel comfortable to 担保你和张大铁在加拿大的所有开销。你们花钱大手大脚的，万一来加拿大你一咬牙买个房，你走了，我在这给你还房贷，你一咬牙全咬我身上了。我同事就给人担保过出过事儿。我说温迪，你讲讲良心，你来中国探亲前我可给你签过字儿。温迪说对呀，但你也真承担我所有开销了呀。但是你放心，我不是不签，我只是要把风险转移给我老公布莱恩。我跟他聊完了，他挣的比我多，他担保，这2天我给你办完。布莱恩好说话，说我担保，说我就银行卡里2000多刀了，牙我都没有了，你爱咋咋地。然而2天后，温迪的律师告诉他办不了，因为在法律上布莱恩跟大胖媳妇没有关系，跟我跟张大铁就更没有关系，没法担保。我说啊，他俩不是继父继子的关系吗？温迪说这事儿确实我整岔。当年布莱恩跟我结婚的时候吧，Jamie 才4岁，我律师当时就跟我说，布莱恩要对我儿子进行一个正式的领养的合法手续，需要花30多刀了。我当时寻思婚都结了，他还能不养吗？我花那钱干啥呢？
就没办。所以里外里呢，布莱恩和大胖媳妇只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了10几年的2个邻居。温蒂说，所以这个事儿咱现在想要给他办成，就只能这样了。我寻思那他就赶紧签呗。温蒂说，只能让布莱恩抓紧时间领养大胖媳妇。布莱恩也懵了，说行，那我就领养。我总公司老板前年跟他媳妇从亚洲领养一个小孩。抱回来的时候12斤，那家跟所有人显摆。他嘚瑟啥呀？我现在也从亚洲领养一个220斤，刚过完40岁生日，头发都白了。我白发人领白发人，白发人领白发人。然后一打听，成年以后的领养流程十分罕见，手续需要好几年。布莱恩跟大胖媳妇说，你抓点紧被我领养，别等我走了还没领着你呢。我责任感挺强，那到时候只能领着你走了。大胖媳妇也挺不解，跟我说，我本来想去加拿大认亲爹，结果还得先认后爹。你说我这个命，没有爹的时候吧，一个都没有；一来爹吧，赶一块堆来了。我2024命里犯爹。这龙年跌跌撞撞，跌跌撞撞的，我就寻思，我还不想去别人家住呢，睡也睡不好，醒来就腰酸背痛，不像俺家有顾家撑腰床垫，不愧是杭州亚运会官方床垫供应商，这双重撑腰结构加倍撑腰，啥体型都能睡，天然好眠超舒服，晚上睡好了，醒来才有劲面对俺家这风风雨雨。最后温蒂把字签完跟我说，彩玲啊，这个事儿呢，它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流程，反正这个字儿呢，我暂且是签了，但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你别出去跟人说啊。我说放心吧，我能跟别人说吗？你俩签字了，但是咱谁也不跟谁说啊。谁不跟谁说啊？快高考了，大胖媳妇被召回铁岭当吉祥物，已经被预定满了。我们一家人要回铁岭了，这回回去因为啥呢？我家男艺人接了几个商务，我跟你说，人家现在这活接的老杂了，艺人演出服都在我兜里面，这是艺人演出服。为啥呢？去年12月份，俺家有个亲家孩子考研，考研当天呢，家长都准备的紫裤衩，就东北的这个彩头，指定能行嘛。然后那天呢，大胖媳妇也去他家了，他家当时是人手一个紫裤衩，人家也就热情的赠予了他一个，说那你也给俺家孩子添点好彩头。大胖媳妇也没明白这个考研和内裤有什么关系，但是稀里糊涂就套上了，穿了一天。结果那孩子考研成绩出来了，考得特别好，孩子这俩家长过去就开始复盘。你说咱家孩子叫刘芬婷，这个小外国人又是个加拿大人，加拿大人穿着紫裤衩助威芬婷，那不就是指定加分吗？指定加分吗？这事儿就传开了，说他这个指定零，尤其是喜欢要叫彩铃，叫彩铃。这不现在今年高考快到了吗？我们现在就准备回铁岭了。现在就是预约的人太多了，火，而且人家长是真用心的，就张天一的家长还寄来了他们给大胖媳妇量身定做的绿旗袍，还特意叮嘱我要把旗袍开叉那个地方缝的2针虚针剪开，一定要出那种旗开得胜和指定能行交相辉映的那种感觉。就是现在预约的人太多了嘛，我一算这个人数，大胖媳妇站那考点门口都得中暑。但是家长们呢真是一片苦心，红包都准备好了，就一定要给我呢，就只能给大胖媳妇准备个白板，每个学子啊举5分钟，每5分钟就得换个名。大胖媳妇说，哎，我这个算不算是就传说中的坑位费呀？坑位费呀！而且你说这么多家长，你拒绝谁都显得不公平，要不然就摇号吧。现在这个旗开得胜、指定能行、指定加分、指定能灵都全了，但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演练了也就10分钟吧，他就已经汗流浃背，浑身都湿透了。然后这个紫裤衩呢，就它质量太差了，那个色掉的哈，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，我只能跟你们说，大胖媳妇现在这个指定啊，它已经半永久了，半永久了。今年考研考编还能用上。我说完了，你这去澡堂洗澡多丢人呢，这屁股这色儿指定不掉了。他说问题不大，明天回去搓一个大套，指定能掉，指定能掉。